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VideoBoot 程序运营的 LuluStream 账号后台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账号每日收益以及提现情况。我们先看每日收益，点击一下 Reports， 然后我们看到有每一天它的一个观看量以及它的收益。Views 代表的是观看量，而 Views Profit 代表的是你每一天的收益情况。那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每一天都在慢慢的开始运营我们自己这个账号。那到12月18号，我们点击一下 Account， 12月18号我们发起了提现，点击 Account， 然后再点击 Payouts。那在这个界面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是2025年12月18号发起的提现请求，并且在当天就处理了这一笔请求，我们总共收到了$20.22美金。当前的这笔请求的订单的状态是已经付过款了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当前的系统时间是2025年12月20号早上10点半，也就是说，在前2天我们发起了这个请求，然后在昨天我们收到了这一笔$22.22美金的款项。然后我们今天开始录制我们的这个视频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实际在生产环境下 VideoBoot 的运行情况。我们先远程到我们的 VideoBoot 的运行生产机器上。当前的 VideoBoot 的运行日志里面就显示了我们这个 VideoBoot 正在有12个窗口来刷我们的视频，并且我们 VideoBoot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不仅仅局限于 LuluStream 某一个特定的平台，视频类广告平台。大家看到这个平台是另外一个我们正在测试的一个平台，也正在这边进行工作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1号窗口的这个运行情况，现在正在智能识别，已经识别出来我们1号窗口的主播放器的尺寸以及坐标了。然后我们鼠标正在随机游走，这个时候已经在点击了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时候视频已经开始加载，视频开始播放。因为网速的原因，我们这边的画面是有一点卡的，但是不影响我们整个软件功能的演示。好，这大概就是我们整个视频的VideoBoot 的运行状态的一个演示情况。本期视频我会从结果开始，再一步一步讲到逻辑。我想让您看到的是 VideoBoot 不仅仅是一套视频类自动化脚本，而是包含项目发掘、项目测试到最终拿到结果的系统。Money Hom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和网赚项目相关技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，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第一部分 LuluStream 平台介绍及注册账号养号策略。关于项目介绍和账号申请的流程，我在1年前的 LuluStream 视频中有详细的介绍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观看。我们重点来谈一谈账号的养号以及账号申请的环境问题。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的账号的环境问题。我使用的是 ADS Power。大部分的人在注册账号的时候，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他不会去挑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这个指纹浏览器。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用比特浏览器和 ADS Power 这2种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 ADS Power 环境。我们点击编辑，我模拟的就是一个 Windows 的，因为我们本身机器就是 Windows 的。大家不要去尝试用 Windows 去模拟什么苹果或者是 Linux 或者安卓以及 iOS。我们在哪台机器上来养号，那我们就用那个机器的操作系统。当前我用的就是 Windows 的操作系统，所以我这边模拟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，内核是141版本的这样的一个 Chrome 的一个环境。
同时我设置了一个静态代理在我的浏览器里面，这里我就不演示静态代理的一个信息了，因为有我个人的静态代理的一个数据。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账号平台，这个账号平台里面你可以自己自定义，甚至是说 ADS Power 会自己保存你自己登录过的这些平台的链接。然后我们重点谈一谈这个 WebRTC 这个地方，最好是禁用，有一些指纹浏览器里面会默认选择这个替换。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你的静态代理 IP 不是那么的透明，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好的话，尽可能的还是给它禁用掉会比较好。然后时区选择基于 IP， 地理位置选择基于 IP， 语言选择基于 IP 就好了。我买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静态 IP， 所以我选择的都是英文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环境的问题，大家切记2条。第一条，什么系统安装了指纹浏览器，就用什么系统来模拟这个环境。第二条，我们最好用的是稳定的静态 IP 来养号，而不要去用动态代理来养号，因为动态代理容易切换 IP， 使得你的账户有异常情况。第二个，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养号策略。我们登录一下我的后台，我的策略里面，大家第一个要看一下是我的这个视频的上传。基本上我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上传，以保证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视频博主。我分别在11月14号、还有12月5号以及12月16号，我都有去保证我的一个视频上传的一个节奏。我们不要说每一次都是一批上传以后就再也不上传，直到你第一次提现，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。第二个养号的一个策略是，我们在刷我们的观看量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的观看量并不是上来就很大的，而是每一天都会有起伏，都会有波动，并且有时候会是0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去把这个量提高到700多、714、737这样的一个形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养出一个号，只有它慢慢增长，后面才能够逐步去推高我们的自动化的这个视频播放量。这2条是我们养号和注册号环境的最重要的2条。第二部分 ，VideoBoot 能做什么？VideoBoot 是我基于这1年多我做 CPA Marketing 广告联盟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。我把所有关于点击视频、观看广告这样的平台抽象出来了，做成一个通用型的一个工具。未来我们所有的用户都不需要说等大家来测试好的项目，然后自己来运行，而直接可以自己通过我这套 VideoBoot 的程序，自己发掘项目、测试项目，并且拿到结果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环境里面，我这里面同时可以放不同平台，有 Lulu 的，也有这个 VIN、OVE、OVO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。那每一个链接都是独立的，每一个窗口也是独立的。我们的 VideoBoot 可以智能的去识别它的主播放器的尺寸和坐标，并且进行播放。我们看一下我们3号，实际上它就已经开始播放了。这里我们来讲一讲我们 VideoBoot 最大的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窗口都是独立的，它可以独立运行任何的平台，可以独立运行任何的着陆页。也就是说，任何的只要是基于视频类的广告联盟的平台，我们都可以放到我们这个 VideoBoot 里面来，让它自动来执行。包括着陆页里面要提取的关键字，我们都可以针对于每一个窗口进行设置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。当然，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小的设置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观看我的会员视频，那里面会讲解我的整个 VideoBoot 如何设置、如何使用、如何去发掘项目、如何去配置的一些
说明吧。最后我来讲一讲 Videoboot 到底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Videoboot 希望是说把这种发掘项目、测试项目以及到最后拿到结果的这个过程，所有的权限全部下放给我们自己的用户。同时呢，我们不希望是说由开发者或者是视频的 UP 主来上传一些固有的项目，仅仅只是把这些权限都给到我们的用户，自己去发掘项目，自己去做这个测试。那我们另外会有一套机制和系统来保证我们如何去发掘新的项目。未来我这边会有一个激励机制，就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测试人员，如果你愿意公开你的这个测试项目以及你的后台数据的话，我就会免费送他1年我们的这个脚本的使用权限。第3部分，如何加入我们？我们提供2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，加入我们的测试团队。测试团队只招募10人，招募满后，其他申请者按照申请时间先后顺序进入候补队列。当测试团队有空缺的时候，将从候补队列中招募新的测试人员。具体的测试人员申请资格，可以进我们的电报交流群，找我们的志愿者拿资料。第2种方式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团队。当你在官网上购买了我们的 Videoboot 脚本后，在脚本使用期限内，你将会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群。在会员群中，我们会定期发布最新的项目测试报告。在这里，你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跟你一起战斗。具体购买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请你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，这样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加入 Videoboot 大家庭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正在找 CPA Marketing 的广告联盟项目，那就请你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他。如果你对我的视频内容有任何建议，也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的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